丫头，今天我们要千机全开喽，认真些啊！我说你嘞，认真些，把你的棍子丢了，换一个顺手的兵器。知道了。哦，你厉害。啰嗦。那天那小贼过千机全开的洗墨江，也是手无寸铁。准备。白能，这是陈飞师兄在外头给姑姑捎来的，不剩几个了。你看，我都给你偷来了。你让我去洗墨江边看看，怎么样？我就看一眼。你去崖边看看可以，但是去洗墨江看，还是得大当家手令。那为什么阿肥每天都能去？你们就是欺负人！哎呦，你干嘛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要是想见识洗墨江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扔下去，为难人家做什么？哥，我错了！哎呀，饶命啊！我错了！你叫什么呀？我又没真把你扔下去。那是什么？阿肥？哥，你快过来！小心！哥，你快去救救阿肥啊！我救不了他。可以哦。哎呦！这桃干不是大当家屋里的吗？他来过呀？前2天来过。太甜了，不好吃。啥意思？啊？哎呀！你啥意思啊？你这是？啊？我觉得呀，这个人呐，在做事情的时候，肯定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。比方说，你吃这个桃干儿，这个东西你咬了一口，你不吃又放回去了，这很难看哦。这不好吃啊！不好吃，你为啥这样吃嘛？我不吃怎么知道不好吃呢？好，哎呦，没事。我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方，不是来练武功的，你是来折磨我的，好吗？现在千机阵你也破了，滚吧！
以后我再也不愿意看见你了。滚！你这老头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哎呀，滚滚滚！我不跟你玩了。哎，瓜娃子！哎呦，真是让你娘晚上打你一顿，你就老实了。都怪那谢公子，如果他不来，姑父就不会走；姑父不走，阿飞就不会这么伤心。这半年里，天天在那洗魔江里耍那破刀，想见他一面都难。要是他不来，就不会知道这江湖之大，还有这样的人。是时候该出去看看这江湖了。这里就是咱们后堂考教弟子的地方，摘花台。你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到2张以上的窗花，方可出师，才有机会下山。在这2张窗花中啊，有1张必须要从那个高的木桩上夺取，并且要挑战一位在座的掌门，作为守庄人，守在木桩前。剩下的窗花，则可以通过挑战守在矮石桩前的其他长老弟子来获取。多多益善，越多越好。48寨弟子上摘花台。我哥用的是双剑，但是现在怎么变长枪了？是你挑战哪个门派，就要用哪一门派的兵器，啊，除非呢，你去摘木桩上那个窗花，才可以用自己的兵器。功夫不错啊。当年飓风一口气摘了12张纸窗花，看圣儿这心情，是要向他公开一下。这么亲手可以啊。你说我哥这样子会不会拿到20张啊？照这架势啊，还真差不多呀。阿飞啊，你看看圣儿，你能拿几张啊？1张吧。啊，1张？哎呦，侄女啊，要真是1张的话，真如你娘所愿了啊，在寨子里读一辈子书吧。就是阿飞。啊，那就2张呗。柱上的窗花，我想挑战明风楼掌门。
多谢寇掌门，手下留情。马叔啊，你看看有没有破的？你小子敢这么说啊？那肯定连个小破口都没有啊！李胜摘得窗花15张。我直接拿木桩上的窗花，我要挑战大当家。阿斐这架势怎么有点民风的感觉啊？不会跟洗墨江有关系吧？阿斐是大当家领进门的，怎么会民风的功夫？阿斐这丫头，她能领会到民风骨的精髓，嫁接到自己的刀术上，用这一招对付大当家，可谓是天衣无缝啊！阿肥，你爹来信了，说有事情交代你。你今天要是过得了秀山堂，我就给你；你要是过不了，你就留在寨子里读一辈子书。破血刀，真正的破血刀，就算你手里只有一张铁片，它也不会断，因为它不是玉石俱焚的功夫。给。阿斐啊，这时间还早着呢，你怎么就下来了？不是2张就行了吗？不是，是2张就行了。可你这寨中弟子每个人一辈子只能上1次摘花台。你的成绩会纳入秀山堂，你这样的成绩，后辈看了只会觉得你武功不行，成为笑柄。 2张就2张呗，这有什么好吹的？
明牌的事情就劳烦马兄了。阿飞、胜儿，你们跟我去一下长老堂，王老夫人有事要差遣。娘，我爹信里都说了什么？先听着。都是我老太婆那不争气的孙子，给大当家的添麻烦了。王老夫人不要再提麻烦二字。陈飞本就是替我48寨去办事的。你们让他办什么事了？你爹不久前来信说有位贵客将至，要咱们寨中派人去接。陈飞他想出去长长见识，就请缨前往。月前你来信说已经到地方了，可就再没了音讯。陈飞师兄武艺不错，都能遇到险事，那是不是应该再多给他派几个高手啊？这得是什么贵客啊？接人这等寻常的事情，都能接出这种麻烦来。多嘴。老身这次会亲自出马，下山走这一遭的。阿飞，胜儿，哎，你们看好了，所谓的贵客，其实是中武将军吴大人的亲眷。吴大人被北贼所害，一子一女2个孤儿颠沛流离，你爹于心不忍，向我求救。我们48寨已经派出了13个人前往接应，可是到现在杳无音讯。现在山下匪盗横行，本就不太好走，那些人带着2个孩子，拖慢了行程也未可知，想必已经离得不远了。您要是担心，带人迎迎他们便是。唉，此行本不必带着你们2个累赘，是我厚着脸皮求王老夫人带你们下山去长长见识的。到了山下，万事不可自作主张，敢给我惹事，回来小心你们的狗腿。刚才你明知道这一刀下去你刀会断，却有恃无恐，因为你知道我不会把你怎么样。这不叫破血刀，这叫小聪明。但是小聪明也是聪明啊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就证明管用。刚刚娘在夸我吗？假如真的临到阵前，你知道这一刀下去会断，心里不免就会动摇。你不用否认，人都怕死，再微小的动摇，那也是动摇。可是不管我心里怎么想，刀确实是会断啊。难不成破血刀是一套教人不自量力的刀法？是无坚不摧。阿飞，你可知道这世上有多少高手？有很多。对，有很多。山外还有高山，没有人敢自称是天下第一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爹娘生的，都是血肉之躯，都是从牙牙学语开始，都是从站起来走路开始。沙砾的如今，就是高山的过去。你的如今就是我们的过去。阿飞，鬼神在6合之外，人世间行走的都是凡人。你为何不敢相信自己手中的这把刀能无坚不摧？看好了，我只教一遍。破血刀一共9式，是你外翁亲手修订的，乃极烈之刀。
太师叔，站住！不要过来！平常你都叫我糟老头子，今天你叫我于太师叔，你心里头是不是有鬼？我有什么鬼啊？我这好不容易叫你一声太师叔，你还不乐意听啊？非得叫你老头子你才开心是不是？你这个样子就比较正常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坐嘛，来。等一下哈。哎呀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哎呀，啥子事情？我要下山了。好嘛。你过了秀山堂了？可以呀。来，给我吹一下，你今天迎的是哪个掌门？大当家。深得很哦！来，喝茶喝茶。哎，你娘是不是让你了？他应该让了我了吧？我娘传了我破雪刀。你想当一个啥样子的大英雄？我没想当什么英雄。我觉得呀，一个大英雄，并不是说他一生中打败了多少人，杀了多少人，而是说他在江湖中帮助了多少人，拯救了多少人。这样的人，不像有些人掌握了一点点的本事，称王称霸。但是你放心，在江湖上，这样的人终究有一天会输得很惨。当年的民丰楼以贩卖情报为先，我们得罪了太多的人，最后被逼杀，逼入绝境。透骨青可不是普通的毒药，中了透骨青，很快就会全身僵硬，毒发身亡。你就乖乖等死吧。这就是一群只认钱不认人的探子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动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出现了一个人。他就是李外翁。在下李征。这里是48寨，你已服下了归阳丹，透骨青之毒已减。只要你
终生不离开这些潮湿的环境，便无性命之忧。归阳丹药性猛烈，服用后需内力高强之人推宫引气。李大侠，莫非你为了我？他不顾自己的安危，不计自己的得失，不计前嫌，拯救了明风楼。明风楼若是有意隐退江湖，不如就留在这里。但我们这些人就是一些拿钱办事情的探子，得罪人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。若是进入了48寨，可能会辱了你南刀，还有48寨的名声。名声不名声的，别人爱说什么，让他们说个够。我李征才不在乎。这样的人，就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。所以，明风楼愿意为了他，用一生守护48寨，用自己的性命守住这洗墨江，守住天机镇。我南刀李征，正式邀请明风楼加入48寨。我最近发现，你的这个外孙女凶得很，以后有可能超过你哦。这个娃娃不是一般的娃娃。有福气。你们能不能带我去啊？哎，我们出任务呢。带上我吧。你去烦烦我娘。走了。你的茶。张少侠，前方就是霍家堡了。我看为什么突然改道？稍作休息吧。又在这停留这么久？那好，有劳了。霍家堡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老夫人，这家当铺是我们48寨的暗庄之一，我们平时的往来书信呢，都是通过这里。你们俩先上车，我去打点一下啊。好。
你就不想出去逛一逛？之前有人告诉我，山下的百姓食不果腹，看来又被骗了。那是因为这里是春回镇。那又怎么样？春回镇还属于48寨的管辖区内，这里还住着许多48寨的眷属。再往外走走，你就知道，此言不虚了。你这不是第一次下山？你这一天天的老闭着眼干什么？我在练闭眼禅。我只听说过佛家的闭口禅。那就应该是于老他老人家不要脸的抄来的。他把他这套古怪的练功方法叫做闭眼禅。我怎么没有听姑姑提起过？那是因为于老他嫌我资质差，功夫烂，轻功似秤砣，心比腰还粗。除了找死这方面有些成就以外，就只剩下脸能看了。所以千万要保护好，不能破相。每当我被困在江心的时候，他就让我坐在一边闭目冥想，脑子里不断描摹一招一式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分不清是自己真的在练，还是只是脑子里想想。不过用闭眼禅修来的招式，倒是也不比亲自练的要差。那天姑姑把你留下，是不是传你破血刀了？他给我比划了一遍，想看吗？想看，我可以给你使一遍。我不稀罕。阿飞、生儿几处安装都没有陈飞的消息，想必他还耽搁在敌军地界。我们出发。早就听说，朱雀主穆小乔在离开思想山之后，便落在了洞庭。是霍家霍连堂关这些武林人士做什么？堂堂霍家堡，怎么会与穆小乔这种人扯上关系？将我等不分青红皂白的关押在此处，你们难道就不怕武林众怒吗？乱世之中，不分正邪，只论敌友。拉去。是。霍老堡主在哪里？大庄主，属下打听到，那霍家堡似乎在山间建立起了一座黑牢，还秘密囚禁了许多武林人士，不知意欲何为。还记得吴飞的那些书信吗？记得，那些书信都是途经霍家堡传过来的。大庄主英明。走，去一趟霍家堡黑牢。小朋友，给你点吃的，拿着吧。
干什么？走开！生儿，怎么回事？这里的村民好像不太欢迎我们。那我们不要打扰，今晚就找个无人处过夜，明日一早赶一程就是霍家堡了。好。有人喊我们贼人，去看看。你们瞎喊什么呢？各位，我们途经此宝地，是不是犯了各位的什么规矩？你们要脸就算，为什么还要杀我的儿子？杀人？各位，我们没有杀过人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别跟他们废话，今天我们就是跟你们同归于尽，同归于尽。各位，生儿偿命！你们，各位听我说。诸位乡亲，你们看老身像大家结社的贼人吗？我这趟出来也是来看孙子的，给这孩子买身好衣裳，好好葬了吧。你们将我们误认为是贼子，想必那伙人也是武林人打扮。不过，此地离荆州只有1天的路程，这霍家堡就在附近，怎能容许一群武林人做盗贼横行？自霍家堡堡主生病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霍家堡的人，什么大侠，都是强盗啊！队长，贼人，真正的贼人，他们来了，就在村口。生儿，你去保护好村民，其余的人去查清楚究竟有多少贼子。是。阿飞，你跟我去会会他们的头。好，可是你们若是伤了人，就会给这全村上下带来血光之灾。明白了，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先躲起来，把刀都收起来。快！你们2个去查一下，快！大家进去。生儿这孩子，总算是有点样了。一会儿见到贼子，你把钗子递过去。这是您潇湘一派的标记，您是要自报家门？我怀疑他们和霍家堡有关系。如果他们能认出我潇湘门人在此，自会顾虑几分。到时候我们再去霍家堡问个清楚。原来是个美貌的小娘子啊！哟，怎么会点儿？哟，会点功夫啊？几位壮士，我一个老太婆，不过是带着孩子回乡，实在不是什么富贵人家。这样吧，我这儿还有件金器，这位壮士拿去当个酒钱也好。诸位就行好，放过我们吧。啊，丫头，去。拿给人家。哇，老夫人，您真是通情达理呀！不如您将这马车一并舍给我们吧。啊？哼，老身奔波千里，就为了见上孙儿一面，这车马。罢了，老身走着回乡。阿飞，去把车马赶来。去。哎，何必勉强呢？老夫人，
不如您将这小娘子一并舍了给我们，哥几个过几天赶辆马车，风风光光的送您回乡，如何呀？啊！是啊。丫头啊，婆婆经常跟你说，闯荡江湖要和气讲道理，还要守人家规矩。可若是遇到不讲道理、不守规矩的人，动手！这是破血刀重出江湖后其刃下第一道亡魂，也算是死得不冤。这20年来没有在江湖上出现的潇湘使，今天算是又见血了。老夫人，生儿，红月在，你带弟兄们去查一查有没有漏网之鱼。是，跟我来。这些该死的贼人，死有余辜。生儿，你掀开他的裤脚，看看他的腿。老夫人，他们的腿上都有护具，看来是善用腿功之人。这江湖上只有霍家堡的人练这种腿功，堂堂霍家堡弟子，怎么会沦为强盗？老夫人，我们本来也要借到霍家堡，不如禀报霍老堡主，让他好好管束自己的弟子。不，我们改道去华容。为何？生儿，你是48寨小辈里最出挑的弟子之一。你说说，假如是在48寨，李大当家的会管束不住你们吗？绝有可能。老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，霍老堡主并非完全不知情，或许是他纵容弟子。不要妄自揣测。我们此行来荆州，本来是想让霍家堡帮我们寻人，可现在看来，他们自身麻烦也不少。再说，陈飞他们带着吴将军家眷，再怎么低调，也一定会有声势。这样，华容城暗庄一定会有消息。那这一村百姓怎么办？如果这群匪徒当真是霍家堡中人，恐怕此地不宜久留。诸位乡亲，还是速去投奔亲友吧。投奔谁去啊？到哪儿还不都是一样的吗？现在有谁还管我们的死活呀？谁管啊？到了48寨，我娘一定会管。周匪，别多嘴。说的没错呀，到了48寨地界的话，我娘一定会管。生儿，废患无常，但是湖湘地界，48寨所在的地方，百姓尚还安居乐业。诸位乡亲，如果
有愿意去的，便拿去当个盘缠。到了48寨地界，递上这个信物，就说是我王老太婆让你们去的，自会有人安顿。谢谢夫人，谢谢。老夫人，阿飞，今天你做得对。人手中的武器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救人。你这次用手里的破血刀救人，做得对。王老夫人，这群匪徒来的突然，不知道陈飞师兄他们会不会有危险。我想先行去打探一番，还有个准备。不着急，你一人去太危险，我们明日再商议。离开48寨以后，我为什么心里有点空落落的？在家的时候，我娘叫着我说几句话，我都头皮发紧。自从我爹走后，我就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下山去找我爹。可如今真下了山，才没多少日子，忽然有点想我娘了。李少，去哪儿啊？撤！老夫人，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吧。撤！周匪，等我闯出一番天地，定会叫你刮目相看。李婆婆，这个时候你还添乱？老夫人，还是没有找到。老夫人，还是没找到李师弟和周师妹，但是四周又没有打斗的痕迹，想必他们是自行离开。陈飞还没有找回来，这俩孩子又不见了，看来我真不该带他们下山。李师弟和周师妹都是第一次下山，从来没有见过山下那些事儿，怕是一时急公好义，想去霍家堡讨个公道。不会，
圣儿圆滑，阿飞冷静，这俩孩子不会这么不顾大局。这哪儿来的好马呀？难道是那些被抓走的人跑掉的坐骑？哈哈哈哈！今天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呀！48寨的马。兄弟们，我回来了，我还带回来一匹好马。哎呦，这马不错，你在哪儿弄来的？是啊，辛苦了啊！好好看守，起来进行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那么多守卫？我得找条路进去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什么人？追！那边追！看清楚是什么人没有？似乎是个小姑娘。快去查明那个丫头的身份，掘地3尺也要把她给我挖出来。哎，起来吃饭了。喂，难道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李老寨主与你们霍老堡主18拜之交吗？就这么待客？出去！出去！闭嘴！吵什么吵？闭嘴！放出去！放出去！吵什么吵？再闹也跑不出去。再吵，当心我的鞭子！我是真的没想到，曾经霍家堡也是堂堂名门正派，没想到如今无耻到这个地步。姐姐，爹爹不是说江湖人士都是侠肝义胆的英雄好汉吗？但凡尽量一会儿，一盏茶的功夫，必遭报应。我这究竟是得罪了哪路神仙？今日福星高照，肯定有好事发生。
是什么人？是被关进来的吗？可不是嘛，这里啊还关着不少人呢。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吗？这两边山壁啊，都是隔开的牢房，各路英雄每天都在这里骂骂咧咧的，很有野趣。唉，只可惜啊，我来晚了，连间像样的牢房都没有。这角落里清静倒是清静了，不便加入战局。哎，你呢？你又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是因为这去了大德的山是空心的，滚下来的。啊！哇，你那边竟然不是牢房啊！这里的主人是谁？为什么要抓你？抬头看，你左边有一丝光漏下来了，往那边走走好吗？好不容易来了个漂亮小姑娘，快给我洗洗眼睛。这口气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那个，你有吃的吗？我随身带着喂狗的。这个不会是喂狗的吧？果然是那只狗。你是谢梅梅？水草精？我不该救你的。谢梅梅是当初逗你的，你叫我谢远吧。你怎么跑这里来了？我们是来山下办事儿，但是我表哥好像被抓了。怎么我每次遇上你，你跟你那倒霉表哥都能摊上点事儿啊？每次都是李胜那个王八蛋，没事找事。无妨，这里有吃有喝，挺好的。你哥一时半会儿应该没什么事儿。开饭了！快！你呢？来。快点！哎，又吃饼了。刚才看到一个女贼跑过去没？你是黑牢暗无天日的，要是能看到，也只能是女鬼了吧？也对。赶紧吃啊！
饭的来了，外面好像还在找你。对了，你饿不饿？我还好。那你要不饿，我就先吃了。要是饿的话，我就打上点再吃。不用客气，随便。哦。我还是挡一挡吧。以后有机会啊，请你上健康最好的酒楼，天下10分美味，5分都在健康。小美人，等他们找你的这阵子过去之后，我给你指一条出去的路，赶紧离开，咱们有缘再会吧。记住，我欠你一顿饭。今天这顿啊，我就不方便招待你喽，这里面加了料。什么？你不走？走不了啊。温柔伞，听过吗？想你没听过，都是一些邪门歪道们不入流的手段，蒙害药的一种。一碗饭下去，几天起不来，内外功夫更是不必说了。那你还吃？因为本人既不是骆驼，也不是王八，一碗饭下去几天起不来，不吃啊，可就永远起不来喽。咱们虽然萍水相逢，但是每次见面都能险象环生，也算是半个生死之交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叫我声大哥吧，啊，怎么样？我没杀你已经算很客气了，你居然还敢跟我套近乎！那可惜了，要杀了我，甘棠宫那些逆转乾坤的伟业，可就没有人告诉他女儿了。怎么样？听听。这么说，你还是有我爹的消息。半年前，甘棠公出山，接管了安平郡，给当地流离失所的百姓啊，开辟了一方净土。他的军队所在地，民众都能得到安居乐业。那我爹现在在哪儿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行军路线可没有个定数。我还以为这趟下山能够见到我爹呢。滚！在下一向怜香惜玉，没想到还是伤了一个小美人的心。美人，若你还恼我，叫你砍我一刀，出出气可好？之前我一直很难过，我觉得如果你不来，我爹就不会走。可是如今我下了山，见了山下的世道，我好像也没那么生气了。那我就放心了，以后不怕一遇到你就担心挨揍了。像我这种柔弱老实的书生，只怕经不起你这种女侠的欺负。我就算要找你出气，也得先能从这儿出去才行啊。
问你个事儿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知道霍家堡吗？话说霍老堡主今年70大寿，广邀亲朋故旧。别啰嗦了，说重点。总之啊，他帖子一发，大家自然都过来捧场。不过我猜他们也未必敢给48寨发帖。这万一真把李大当家招来了，那可就不好收场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霍连涛，也就是霍老堡主的弟弟，现在的霍二堡主，借着给他哥祝寿为名，逼着前来祝寿的人加入霍家堡，认他为盟主，说是要弄出第2个48寨来。他这么干，霍老堡主不管他吗？霍老堡主傻了，据说是生了一场大病，傻的基本上不认识人了，连自己叫什么都说不清了。然后霍连涛就替他做了主，把你们这种不认同的人都给抓进来了。怪不得我这一路上见到霍家堡的人，都打扮成土匪的样子，打家劫舍的，连马都不放过。虽说是武林名门，竟然能干出这么丢人的事儿。哪里，霍连涛既然要当盟主，还是得要2分面子的。那些来参加寿宴的人，前脚好言好语送走，后脚再让一些不大体面的江湖朋友把他们抓起来，关到这黑牢里。那这不是掩耳盗铃吗？所以你就是这么抓进来的？不是，我运气好，没有赶上老堡主大寿。不过可惜，我和48寨的人一起，不小心遇上了霍家堡的人。谁？上次见你爹带头抓我，是潇湘一派功夫的那个兄弟。陈飞师兄。你是怎么遇到他的？我这刚好出门办事儿，结果就遇上他们了。后来就被霍家堡的人一起抓到这儿了。所以你就把陈飞师兄和吴家人一起送进了霍家堡。不愧是甘棠宫的女儿，聪明啊！你才聪明，你聪明的把陈飞师兄送入虎口也就算了，自己也让人关在这牢房里。给你浇点水，你都可以发芽了。喂，这可就不能怪我了。这霍家堡与你们48寨的交情，天下人皆知。再说，你那几个师兄对在下戒心重得很。我要去救人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面关着的武林人士这么多，你怎么救啊？那我就把他们一起都放出去。妹子，这里面的情况既复杂又凶险，万万不是你一个人可以解决得了的。这样吧，我跟你详细说一下这里的地形，还有一些岗哨。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？嗨，你以为我就真老实待着？我早开了锁，出去溜达好几圈了。你既然能溜出去，那为什么不去救人啊？你忘了，我这不是中毒了吗？怎么带别人全身而退啊？哎，你看，这地牢分为上下2层，守卫众多。最后，到这里就可以出去了，明白了吗？哎，石左京，石左京！
水藻精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厉害吧？开门。你画的那些线路图密密麻麻的，根本就看不清楚。女侠，你到底看不看得懂地图啊？哎，我看时辰差不多了，你抓紧点。嘘，别吵。看来这黑楼上下2层关了不少人啊。他们每隔1个时辰敲梆子的时候都会换班。好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上去以后啊，如果见到一个红衣如血的人，千万不要迟疑，立刻走。这些老江湖们什么坑蒙拐骗都经历过，他们自然会有脱身的办法，你千万不要多管闲事。回到家以后，立刻找你们长辈去霍家要人。你放心，这个节骨眼上，华连涛不会想得罪李大当家。他肯定会把你陈飞师兄安然无恙地放回去。那然后呢？你们怎么办？我昨儿夜观天象，不日必有是非发生。你全当不知道这件事，找到人以后，尽快离开。哎，你瞪我干什么？我可是一个有原则的人，绝不会指使小美人去做危险的事情。我待在这儿挺好的，我们兄弟3个有说有笑，再住上2个月也不寂寞。哪儿来的兄弟3个？骄阳、青天，还有我。是石头、沙子，还有你吧？我看你是病入膏肓，想必你救不回来了。哎，对了，等将来我从这里出去以后，你要是还没有回家的话，我去找你吧。还有件挺重要的东西要给你的。啊？上次我擅闯你们家，虽然是受人所托，但到底害你爹娘分隔2地，还连累你断了一把刀。难为你还记得。这件事情我一直都挺在意的，便想着替你打一把。只可惜还没有找到好的材料，所以就先送你一把木头的。以后再送你一把真正的好刀。你真的不走了吗？人多了容易打草惊蛇，你进来的时候啊，想必是惊动了这里的守卫，上面已经有人开始抓捕你了。唉，放心吧，我命大，你啊，还是先救你自己出去吧，省得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。
欠债还钱，你可得好好活着。知道了。大当家可没教过我临阵脱逃。不把他们找回来，我怎么有脸回48寨？况且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上他。那丫头也真会找事儿，哪里有麻烦哪里有她。不知道跑掉了没有？哎，走了。啊，来了。他们每隔一个时辰敲梆子的时候啊，都会换班。交接的时候，先头的人经过小亭子撤走。没什么事吧？没有。后来的人要短暂的在周围巡视一圈。这片刻的功夫里，交接亭是灯下黑，可以落脚。如果被发现，那我就杀出去。来了。这里兴许是有解药的。这帮混账东西，给别人吃毒药，自己倒是挺会享受的。你们去这边搜，快点！你们到那边搜。走。好强的压迫感。怎么看着比我爹还要瘦了些？多谢。前辈，你没事吧？哪儿来的小丫头？好大胆子！外面嚷嚷的，就是在找你吧？哦，家中有一兄长，独自外出的时候被他们捉去了，不得已来寻。打扰前辈了。师承何处？只是家里祖上传下来的功夫，爹娘随便教，自己胡乱练，强身健体而已。我们家人丁稀少，另外还有2个亲戚家的表兄妹，谈不上什么正经门派。前辈，你是生病了吗？我爹也是这样，他常年身体不好，一受风寒便整日咳嗽。也不知道爹现在身边的人把他照顾得好不好。无妨，一点旧伤。
前辈，这是我在岗哨亭里顺来的，这是他们自己吃的，肯定没有毒。我看他们天天给你们吃的食物里掺了药，挺伤身体的。你身上又有旧伤在身，能少吃一点就是一点吧。你方才说的兄长被他们关在哪里了？不知道。那你还敢乱闯？你不知道此处的主人是谁吗？不知道。这四象山你总听过吧？奶都没断的小崽子，怎么都敢出来乱走动？你家果真是没人了。这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怎么一把年纪了还这么不会说人话？四象山有一群妖魔鬼怪，上有4个主位，大言不惭以4象冠名，实则是一群臭名昭著的搅屎棍。这一度闹得江湖上是血雨腥风，后来那兄弟4个狗咬狗，闹起了内讧，这才算是分崩离析。最后，朱雀一只落在了荆州附近，依附了霍家。那朱雀主名叫穆小乔，当年曾一人独上泰山，1炷香的功夫，就挑了泰山派的3大长老，众目睽睽之下全身而退。原来这个穆小乔这么厉害，看来我得小心点。不如先悄悄去找解药，救人吧。现在知道厉害了，算你运气好。滚吧。多谢前辈。厨房，温柔伞既然是下在食物里的，显然要经厨房统一调制。厨房里天天人来人往，不可能万无一失，总会有自己人误事。他们肯定有备用的解药。一会儿我跟着那厨子，说不定就能找到解药。庄主，刚才无妨，一个小插曲，不影响。确定朱雀主在此山中吗？确定。好，不枉我在此久候。按原计划，等通天阳到了，先杀了穆小乔。那霍连涛不足挂齿，只要抓住了逼问出我们要的东西即可。是。
小丫头，倘若见到了，且留她一命。哎，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不是让你走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快开门！快！这些我都不认识，你快看看。这是避暑丹。穿肠散。金疮药粉，这是什么？鹤顶红。哎呀，好像都不是啊。这是什么？春……不是，你都去哪儿拿的？怎么什么都拿？春什么？是春，那个抹春饼的酱。别吓我。这个也不是。都不是啊。那几药会在哪儿？难不成那穆小乔还能随身带着？谁告诉你这个名字的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有人打进来了！怎么还有别人来闹事？快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当真是48寨打来了？不是，比那种情况更糟糕，是地下来袭，上头让我们赶紧出去御敌。走，走！这局面比我想象的还要糟。那我们现在往哪儿走啊？逆着人流，穆小乔肯定是在御敌，我们去他房间里。快走！这边。48寨也就罢了，黑牢里混进地煞的人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留你们有何用？谁？禀报王叔，朱郡主命我去他屋内拿那件东西。那你还不快去？是。找到了。这是解药。这一次得吃几勺啊？闻闻就行，按勺吃的话要人命的。走。等等。这是什么？糟了，他们要炸黑牢。救救我们！快救救我们！帮帮我们！快！救！来，这是解药，大家快来闻一下。
速速离开啊！快快！哎，你去哪儿？李胜师兄还有陈飞师兄他们都还没有找到呢，我得去看看。这上面，走这边。放心吧，我看你那凶闪的面相，不像个短命的。他一个小白脸，若是被朱雀主他们抓住了，那肯定就……霍连涛，走这边。居然认识他？之前见过。这地煞既然来了，看来今天在场中人都要危险了，说不定还要杀我灭口。趁他们还没有发现，你赶紧走啊！这边。你跟过来干什么呀？你要再跟的话，药你拿去，你去给那一帮雷水解毒，我可走了啊。行啊，给我吧。喂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搞得清楚状况吗？这地煞跟朱雀主都来了，你不要命了？反正我要救李胜和陈飞师兄他们，我就把他们这么丢在这儿，我跑了，我娘肯定会杀了我的。我回去怎么跟我娘交代？我说，你娘是你亲娘吗？是你的小命重要，还是交代重要？交代重要。不错，确实是交代重要。不过烂命一条，也未见得比别人值钱。走，我们去把那些倒霉蛋都放出来，是死是活听天由命，好歹问心无愧。安德，你倒是痛快了点。像我这种身长7尺、5尺半以下都是腿的世间奇男子，也能遇上半个知己，真是幸在啊，幸在。为什么我是半个？因为你怕是还没有5尺高。哦呦！二国主，朱雀主呢？怎么找都找不到。过来了，过来了。朱雀主找到了？不是，是地上的童天养过来了。找谁？找您的。看来我们的计划是行不通了。先找个地方躲躲，走。来，这里是解药，快！谢谢。左手进到通道就是后门，快去！走走。左手进到通道就是后门，快去！这里有火药，大家快走！来，解药。左手进到通道就是后门，快去！你放心吧，我会帮你看好48寨的人的。行吧。二位少侠请留步，多谢二位少侠救命之恩，不知二位少侠如何称呼？无名之辈，不需客气。好，那今日之恩，在下铭记五内，他日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大哥，你刚听清我说的话了吗？哦，这黑牢有火油啊！啊，那在下告辞了。霍连涛，你往哪儿跑啊你？啊，把渗毒液交出来！什么渗毒液？不知道。
渗毒印你不知道，那水波纹你应该知道。不知道。来，这里有解药，谢谢。闻一闻，跟着他们走就行了。来，好，小心！喂，你杀我还要偷袭啊？要不要脸啊？地煞办事只抓霍家堡的人，无关人等，你速速离开！哇，好刀法！阿飞，砍他砍他！闭嘴！解药。哦，对，给你开锁，道长。姑娘，18般武艺，通道为一，都是在收不在放。分毫不差才能手到擒来，否则逐利也好，讨巧也罢，你误入歧途，流于表面。是，刀法虽未成，但大开大合，已经颇有气象。小兄弟，你这马屁拍得有水平。多谢前辈指点。多谢二位解药。阿飞，你怎么来了？陈飞师兄，大当家知道吗？陈飞师兄，乔家李胜了吗？没有啊。算了，那累赘不在这正好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哦。哎，楚楚姑娘，我们先走。解药。哦，对了，解药。谢谢。楚楚姑娘，解药。吴小姐别怕，这位是我阿斐师妹。他们就是吴将军的家眷。吴小姐，小郎君。吴姑娘，此地危险，我们快走吧。有了阿斐姑娘。啊，对了，师弟们还在那边。哎，帮我。阿斐姑娘，你不怕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再给我10年，我踏平这山头。走。来，药。仔细听。这是什么？哭状。是什么？是一段词，说的是一个美人，红颜未老恩先断，灯下和烛泪枯薄杏仁，胭脂晕染，化残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是朱雀主，穆小乔。不知是地煞沈大庄主大驾光临，事先也不通报奴家一声，实在是有失远迎啊。
不速之客多有叨扰，朱缺主别来无恙啊！我本是一介末流的小人物，天生命苦，跑江湖讨生活，与沈庄主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。沈庄主有什么差遣，尽情吩咐便是了，何必这样大动干戈呢？确有一事相求，洗耳恭听。可否请朱雀主自断经脉，再留下一只手？沈庄主要废了我的左手，恐怕你自己留着也没什么用吧。是福不是祸，今日我也只能领教一二了。这是那个前辈。你又认识啊？哦，之前找解药的时候，他给我提点了一些。哇，真是失敬啊，失敬！周女侠竟然被地煞的沈天树提点过，这从北到南，江湖武林上你怕是第一人了。他也是地煞的？不止，他还是地煞里武功最高的那位。棋不算是一绝，不过听说练到9层就已经止步很久了。大家赶紧走吧。走吧。霍连涛，你给我等着！大哥，霍连涛这杂碎点着了火油，咱们快走吧。走。怎么了？你们先走，我去对付他们。阿飞，也好，天道助你一臂之力。那你们小心点啊！走吧。姑娘，走开为山，挂起玄门。什么呀？啊！看到那块石头没有？身体靠上去。左一，脚踩脚。蹲位，踢。原来是奇门的前辈。失敬。这叫浮游阵，一个人就能成阵法，最适合以少胜多。姑娘，向前2步，再往左1步。
这把是我下山之前我娘给我的，又断了。好了，我回头陪你一把。走，我们走近道。走。快，走这边。多谢少侠，走。多谢少侠，走。这边。马上兵分两路，一队人进入黑牢搜寻，你给我亲自带一队人马。这吴家的后人很有可能藏在人群当中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。是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！老夫人，生儿呢？生儿，生儿，生儿！师弟，生儿！师弟，师兄，师弟！王老夫人，阿北，陈飞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好。诸位，若再逗留下去，恐怕要遇到那3尊不分青红皂白的杀神了。是啊，我们好不容易逃出了山谷，无论如何，不能在这里久停。这样，劳烦道长和手下叫我陈飞。好。石木小乔，陈飞兄，你和道长先带着48寨弟兄护送伤者和妇孺先行一步。我来断后，尽量拖住他们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我能打，你能跑，这要是真遇上，好歹也能拖上一段时间吧。不，我留下。你还有客人要保护呢。咱们个人有个人的事情要做，而且我现在的功夫可比以前强多了。我们的小阿飞长大了，你答应我，一定不要硬碰，安然无恙的回来。嗯，放心吧，陈飞兄，有我在，他必不会有丝毫的闪失。你说咱俩到底谁倒霉啊？每次见面都能闹得险象环生、疲于奔命，最后不是也都化险为夷了吗？唉，希望这次也能承你吉言。小子，原来是你呀！看来你运气不错，居然能从我的黑牢里脱身。令上前辈，在下的运气可真不算好。
这女娃长得还算好看，可惜了，今日从黑牢里逃出者，我都不会放过。前辈，黑牢根本就是一个误会，我们根本无意与前辈为敌。若前辈执意要出手的话，两败俱伤，只会让地煞有机可乘。哼，就凭你们两个，小子，你也太瞧得起你自己了。穆小强，你的那个哭妆根本唱的不对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也懂哭妆？之前在牢里听你唱过一句“故园有风霜”，实为故园又风霜。原本的坎坷意境，硬是被那些蹩脚伶人改得如此庸俗。故园有风霜，故园又风霜，怪不得我总觉得这个“有”字唱得甚是无趣。